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复仇权谋剧《藏海传》定档，郑晓龙，这次我要碾压《甄嬛传》。在2025年一众古装剧中，若说哪一部最吊观众胃口、最具爆款香，那必然非《藏海传》莫属。这部由肖战领衔主演、郑晓龙执导的古装权谋复仇大剧，自官宣以来就话题不断。定档消息一出，更是掀起舆论热潮，不少网友高呼终于等到你，而郑晓龙本人更是罕见放出狠话，这次我要碾压《甄嬛传》。这不禁让人好奇，这部被导演寄予厚望的权谋剧究竟有几分真材实料。一、剧情设定，疯批男主复仇记，男版《甄嬛传》上线。《藏海传》的核心剧情可以一句话概括：一位全家被灭的落难公子，隐忍10年，以疯批之姿卷土重来，在朝堂与江湖之间翻云覆雨，借权谋之术、风水之道，一步步将仇人拉下地狱。肖战饰演的男主藏海身世及惨父亲被诬陷叛国，母亲含恨而终，自己少年遭追杀，只得装疯卖傻苟活于市井。10年之后，他以新身份重返京城，看似温润如玉，实则机关算尽。一边在庙堂中步步高升，一边暗中布局复仇大计。观众在预告片中便可感受到那种白切黑气场。白天他是弱不禁风的翩翩公子，夜里却是搅动朝局的冷面权臣。许多网友将其称为男版《甄嬛传》，并不为过。藏海与甄嬛一样，都是开局即地狱的角色，都经历了家族覆灭、至亲背叛，也都在深宫或朝堂中一步步逆风翻盘。但不同于《甄嬛传》侧重后宫争斗，《藏海传》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男人权谋剧，没有规格争宠，有的是权臣交锋、兵法智斗和政治博弈。从风格来看，这部剧像是《琅琊榜》大明王朝1566基督山伯爵和《盗墓笔记》的混合体，既有复仇快感，又有烧脑权谋，还有点玄学色彩，令人期待值拉满。2. 郑晓龙打造权谋宇宙，10年磨一剑，只为这一战。郑晓龙这个名字，在国产剧圈几乎等同于品质保障。从《甄嬛传》到《芈月传》，他一手塑造了国产宫廷剧的巅峰。他懂得观众要什么，精致的服化道，复杂的人物关系，反转不断的剧情，刀子般的台词。他是那种把细节控做到极致的导演。这一次《藏海传》显然是他回归古装权谋赛道的王者之作。据剧组透露，《藏海传》的制作极为考究，朝服的云纹纹样完全按照明代古画还原，官场的器物如浑天仪、铜锡等都一复刻文物，连群臣上朝的站位都考证了。大明会典与永乐大典，尤其是一场雪景戏，剧组等了整整2年，只为拍到横店罕见的真雪。肖战在零下7度中拍摄整整1夜，嘴唇冻得发紫，导演却依旧嫌雪不够哀怨飘渺，足见其对画面氛围的极致追求。但正因为郑晓龙的《甄嬛传》珠玉在前，《藏海传》的期待值也被推到极高。一旦剧情逻辑掉线，人物塑造失真，观众很可能高开低走，瞬间脱粉。好在编剧团队在结构上加入大量悬疑伏笔，藏海每次布局都留下反转空间，反派智商全程在线，就连配角也层层嵌套惊天秘密，真真假假，敌友难辨。观众的全神贯注才能解读这场权谋迷宫。3. 肖战黑化惊艳全场，张婧仪逆袭，配角阵容演技封神。这部剧最大的看点无疑是肖战的疯批黑化角色转变。藏海是那种外柔内刚、扮猪吃虎的典型代表。他的疯不是癫狂，而是克制中的狠毒。他可以微笑着与仇人寒暄，转头却策动刺杀。他可以装作不谙世事的书生，实则掌控情报网，调动朝局风云。
他的复仇不是刀剑直接见血，而是用人心为刀，用布局为刃。尤其是预告片中那个经典镜头，藏海在宴席上为仇人斟茶，眼神温和，嘴角带笑，手却悄悄在桌下用指甲刻下一个杀字。那一瞬间，观众后背发凉，这不是古偶男神，而是一个人前人后判若两人的狠人。为了这个角色，肖战不仅暴瘦15斤，还专门训练了表情控制与语调节奏，只为营造出温柔中的刀锋。粉丝评价他黑化如魔，而更多路人则首次真正对他的演技刮目相看。张婧仪此次出演的女主香岸图同样令人惊艳。这个角色一开始以和亲公主身份登场，看似单纯可欺，实则是敌国派来的间谍头子。她的美是带钩子的红玫瑰，她的柔是藏刀的绸缎。与藏海的对手戏中，她既是对手，也是盟友，既是爱人，也是试探者。二人关系时而温柔缠绵，时而针锋相对，感情线张力十足，堪称双爱互撕典范。此外，配角阵容也毫不含糊。黄觉饰演的庄如隐是表面忠诚，实则深藏野心的皇子谋士，气场强大，眼神冰冷。周琦饰演的庄之航是藏海少年时期的故友，如今却成了政敌，嘴甜心黑，笑里藏刀。陈妍希饰演藏海之母赵尚贤，一改往日甜妹形象，以克制哀痛的演技演活了母子诀别的悲剧瞬间。尽管与肖战同框被调侃像姐弟恋，但演技的真实与张力无人能否认。4. 剧本加制作加演技能否复制《甄嬛传》神话？一部权谋剧是否能封神，有3个关键：剧本逻辑是否扎实，制作细节是否到位，演员演技是否在线。而《藏海传》目前释放出的物料，几乎在这3方面都做到了高标准。首先，剧本没有走大男主金手指爽文的老路，藏海并非一路躺赢，而是数次落败，差点命丧敌手。每一次反击都带着鲜血与代价，观众才能真正共情他的成长与复仇。其次，感情线并不狗血，藏海与香岸图的关系复杂微妙，甜中带虐，暧昧与试探并存。没有常见古偶中的你为我流泪我为你挡箭模式，而是两人各怀目的，在权谋棋局中一步步靠近又相互防备。最后，反派角色不再是工具人，黄觉、于南、李光洁等资深戏骨出演的反派个个有血有肉，有智有谋，甚至让观众一度站在他们的视角去审视藏海的行为道德。这种立体反派才是权谋剧的灵魂所在。总的来说，《藏海传》是一锅猛火快炒的古装江湖菜，够辣、够狠、够味。郑晓龙誓言要再造一个权谋宇宙，而肖战也在用实际表现撕掉古偶流量男的标签。若剧情不崩，节奏不垮，它或许真的可以成为男频版的《甄嬛传》。正如网友所言，谁不想看一个身世凄惨、满眼算计的美强惨男主，一边笑着泡茶，一边把仇人按在地上摩擦？若你也期待一部不卖糖、不装傻，只讲狠人故事的权谋剧《藏海传》，值得等。